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眼是整个面相中最重要的部位，用以人之善恶、智愚、人格之高尚或卑劣、决断力之快慢、体质之强弱以及运气之好坏等。好的眼睛首先要黑白分明，也就是眼珠要黑，眼白要白，眼光有神，即眼睛光亮，如有反射光一样。眼型则为次要，只要眼睛黑白分明又有神，即代表此人决断力强，聪明能干，精力旺盛，身体健康。因此面相学认为眼白的多少可以预示一个人的运势吉凶。根据眼珠与眼白的分布情况，我们大致可把眼睛分成4种，即1白眼、2白眼、3白眼和4白眼。你知道你是几白眼吗？这4种眼相的人命运如何呢？快来一起看看吧。1白眼。1白眼指的是眼黑珠子靠近内眼角的位置，眼睛显得只有外侧露白。面相学中，如果只有一只眼睛是1白眼，那代表此人祖父辈多有权力和积蓄，能够继承不少财产，属于天生富贵。如果2只眼睛都是1白眼的话，那就成了我们常说的斗鸡眼。这样的人祖上风水不佳，做人处事比较偏激，容易记仇，而且自己体质不好，容易生病，也不长寿。2白眼。2白眼说的是眼黑珠子位于眼睛的正中央，上下不露白，左右露白协调，为正常眼睛类型。很多人都是如此，这类人一生运势平平，因此事业生活都不会有太大的曲折，属于人生想要富足全靠自己奋斗的类型。所以并不是说这类人不会大富大贵，而是主要看自身的努力程度，只要够勤奋和坚持，一样会获得不凡的成就。3白眼。所谓3白眼，是指同人眼球很靠上或者很靠下，看上去3面的眼白很多，故称3白眼。根据眼白所处的位置，3白眼又分为上3白眼和下3白眼2种。上3白眼，特征是眼睛下沉有光，黑眼珠的上方露出眼白，俗称上3白眼，亦称为白蛇眼。有此眼相的人个性刚强，目中无人，喜欢以自我为中心，脾气暴躁易怒，有些神经质，易出言伤人，比较有攻击侵犯别人的倾向。其人自卑感较为强烈，容易将事情往坏的方向想。为人个性阴险，平时不爱说话，貌似温顺，但逢到利害关头都会露出本性，可以不择手段，甚至采用违法的行为来谋取利益，做尽伤天害理之事，故又被称为犯罪型眼睛。在面相学里被归为最坏的相，凶相。生有上3白眼的男人通常性格比较内向，寡言少语，阴险狡诈，脾气暴躁，以自我为中心，说话口无遮拦，容易伤害到别人。这类男人表面看似温顺，实际上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，甚至会做出一些天理不容之事，极具有攻击性，还有侵犯别人隐私的倾向。他们的想法非常极端，遇事常常会往坏处想，自卑感严重，因此一生事业破败，婚姻也顺意，刑期克子。生有上3白眼的女人都是以事业为重，而且她们不懂得怎么去关心别人，更不懂得如何照顾别人，属于典型事业型女强人。她们不会在家庭里面太过于投入，与另一半相处不会太好，不过事业会颇有成就，财运也还可以。她们能够为他人守住秘密。生有上3白眼的女人平时不怎么爱说话，表面看性格比较温顺，但是只要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，其本性就会暴露出来。如果这类女人与另一半产生利益冲突，那么她会毫不犹豫选择利益。如果另一半对他们做出什么不好的行为，他们就会展开报复。在爱情当中也是属于报复类型的人。下3白眼。与上3白眼恰好相反，下3白眼的白眼在下面。生有下3白眼的人为人较有自信，个性好强固执，勇于挑战，为人亦较自我，比较不会去体会别人的感受。虽然也喜欢驾驭他人，但这样的人重义气，比较坚守原则。
由此眼相者无论男女均狠毒，有虎狼之心。男多奔波劳碌，行克六亲，女则有弑夫可能，生产前后必有惊险。古书云：天下白者恶，即生有下三白眼的男人，为人叛逆偏激，诱惑多，亦有色难，容易记仇忘恩，有强烈的报复心，所以一有挫折与人不和。这类男人会为爱情放弃一切，是名副其实的英雄难过美人关的人，适合找性情非常温顺的对象。生有下三白眼的男人，由于喜欢驾驭他人，喜欢炫耀，所以古时候称三白眼有贱男。这类男人属于野心家，直觉敏锐，但是很难诚心交友，善恶观念全凭自己的利益而定。不过其人比较重义气，会坚守原则，适合做企业的老板，但中年时可能会有破财之象，其原因可能来自投资失败或者子女的问题。生有下三白眼的女人，妩媚逼人，自信聪明，优雅有神，女性味道十足，容易吸引异性的关注。不过这类女人一般比较自傲自恋，要求非常高，一般的男人无法满足她。他们在感情上容易放荡，不是那种能够为了情感而改变自己，对于婚姻保持忠诚的人，所以婚姻运势不佳。此外，这类女人拥有非常强烈的嫉妒心理，内心即使没有什么坏心思，但是表面上给人的感觉却是难以接近的。她们对于事情的处理方法有很大的一部分和正常人的想法不同，不会看眼色。四白眼。四白眼的主要特征是白眼珠较多，上下眼睑和瞳孔之间都露出眼白，称为四白眼。相书中关于四白眼及其相理的表述是：向阳四白者，五夫守宅。前夫论相列则云：向阳四白者，兵死，此由金伐木也。向阳四白就是眼白比较多，四周都看见白色，这样的人必死于刀剑之下。一般来说，生有四白眼的人心眼比较小，待人不够真诚，缺少人情味，而且报复心很强。如果你不小心得罪了他，那他可能是会记上几十年，都还要找机会报仇。如果是公司请了这样的员工，他如果要离开单位，肯定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搞破坏才离开的。这样面相的人也很难相处。这种眼相的人个性相当极端，心思刻薄寡恩，凶暴而残忍，为达求目的必定不择手段。对于身边的赚钱对手，他更加不会留情，必以非常手段来将对手清除，方肯罢休。就连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都非常无情。此外，生有四白眼的人很容易死于非命，切勿开快车或参与危险活动。而且麻衣相法中认为，眼阳四白者会五夫守舍，是凶相。也有相面术称妇人目有四白，五夫守宅。就是说，如果女人眼睛看不见眼珠，或者眼珠很小，是克夫的凶相，对自己的丈夫非常不利。命理专家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化解四白眼凶相的方法，就是通过戴美瞳的方式改善自己的性格缺陷，增强自己的人际关系，从而让自己更受人欢迎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心态调整，人生才能够平顺美好。总而言之，眼白越多命越不好，但相不独论，眼只是面相的一部分，看面相必须是从整体看的，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。好了，今天欲观其人先观其眸，眼睛传递出来的信息非常多，不仅仅代表着一个人的内心，同时也会反映出此人的性格以及命运。那有哪种眼相的人一生财运旺，有福有钱又有权呢？一起往下看看吧。一、眼睛吉相有以下7大特征。一、定而出。眼睛有聚为有定，目光不聚谓之漏。眼睛有聚后再远射出去，叫做定而出。这类眼相的人为人聪明有智谋，多数为人上人，是社会中的主流人士。眼神外露过多的人做事难以成功，而白眼人过多的人多凶灾。二、出而入。眼睛有神者为出，
有神的眼睛给人带来一种信任和温暖的感觉。眼神有距能给人带来一种温暖，同时也能给人带来一种威严，但不能让人感到恐惧感，为出而入。眼出而不入者，为人浪荡无成，一生容易遭遇他人陷害。眼睛看周围炯炯有神，但是目光和善，充满关爱的，这样眼睛面相的人，一生注定福禄大，并且生养孝贤的子孙。而眼神金光外放，目光锐利，但是以自我的角度审视他人他事，出于一己之私，或者目光苛刻狠毒者，一生必定多灾多难，并且或产不孝之儿郎。3. 上下不白，白眼珠不宜太多，太多则变成3白眼或4白眼，不吉。这类人婚姻不顺，易遭遇他人抛弃，即使眼行袖长也为恶相，不吉。眼睛下3白，事业容易失败，小人颇多，并且容易有官司争执之事发生。眼睛上3白的人，做事仁慈，心不够，多出于为己，并且脾气秉性暴躁，一生多灾多难，孝道有亏。4. 嗜酒不脱，眼睛越看越有神者为嗜酒不脱，若初看有神，再看即无神者，谓之脱。眼神脱的人做事没有恒心，容易半途而废，很难成就一番事业。而眼神总是有力，并且没有失神的时候，这样的人一生做事坚韧，有恒心与耐久力。而眼神不时散脱的人，心都不知道飞哪里去了，那么一生做事没有计划，或者过于多忧多虑，算计过多，这样的人一生注定不成功。5. 遇变不冒，泰山崩于眼前时，面不变色，遇到凶险时不害怕，眼神不改变者为遇变不冒。这类人乃大气之才人也，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从容面对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这样人才是能够成就大事业的人。6. 秀而止，眼尾不下垂，眼型漂亮的为秀。正即是眼珠黑亮，不要一大一小，或眼珠不在眼睛中央。如果眼睛秀而不正者，主才智偏邪自用；若眼睛正而不秀者，则缺少智慧，为人正直缺少智慧。眼神正直的人一生福慧多，眼神凶恶的人一生多有暴力，眼神散乱的人一生碌碌无为，眼神温和的人一生儿女聪慧。7. 细而长，眼睛细长的人聪明有智慧，受人尊重有贵气。眼睛太大或太圆，其他相里小者，如脸太小或嘴太小者，主不聚财，是非较多，且容易遭遇横祸。眼睛外形细而长的人，思考力足，善于精打细算，精于人情世故，做事老练。2. 7种眼相，有福有钱又有权。1. 丹凤眼，丹凤眼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眼型，也是富贵的象征。丹凤眼的主要特点就是内眼角朝下，外眼角朝上，眼尾向上延伸到太阳穴的部位，犹如流水一般自然清透。拥有丹凤眼的人大多气质好，形象佳，品德高尚，感情丰富，同时爱憎分明。这类人在生活当中十分受欢迎，因为他们敢爱敢恨，拥有智慧与才华，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给人一种特别受人关注的感觉。丹凤眼的人自身能力不错，责任心较重，只要是交代给他们的事情都会努力做好，绝对不会失信于人。而这种类型的人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想要的成就，不仅在事业上会取得成功，也能够收获不菲的财富，实现发财致富的梦想。另外，丹凤眼的人偏财运势极佳，买彩票中奖的概率要比一般人更高。2. 龙眼，龙眼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眼型，甚至比凤眼还要略高一筹。龙眼的主要特点是眼头比较圆润，眼尾细长，眼珠黑白分明，眼神看起来非常的清澈，
同时又会给人一种非常犀利的感觉。拥有龙眼的人本身含有尊贵的气质，会让人肃然起敬，对他们产生浓浓的敬意和仰望之情。这种类型的人勇敢自信，充满智慧，而且心态好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都会保持淡定，不会因为一时的困境而乱了阵脚。拥有龙眼的人也会拥有非常高的地位，大多数人都很适合从政，能够在官场上雷厉风行，叱咤风云，会是非常优秀的领导者。另外，拥有龙眼的人财运不俗，大多数人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不菲的财富，在偏财方面也有很不错的收获。这类人一生大富大贵，日子过得安逸自在，到了中晚年时期能够坐拥数不尽的荣华富贵。3. 象眼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象眼，象眼也是非常富贵的眼型之一，主要特点是上下眼皮有波纹，尤其双眼皮褶皱比较多，而且眼肚向上凸起，眼睛经常会眯成一条缝。虽然眼睛看起来比较小，但是眼神当中却充满了温柔与慈祥。拥有这种眼型的人在生活当中人际关系特别不错，因为他们性格柔和，平易近人，不管对待什么人都是一视同仁，并不会因为对方地位尊贵而变得谄媚。另外，拥有象眼的人思维敏捷，善于创新，再加上有着强大的亲和力，所以在职场当中会得到不少人的帮助，升职速度非常快，年纪轻轻就能够取得一番成就，在所属的工作领域当中获得无数的鲜花和掌声。象眼的人大多很懂得知足，所以在生活当中不会树敌太多，身边到处都是朋友和贵人。4. 桃花眼。如果一个人是桃花眼的话，这种类型的人是非常有福气的，尤其对于女人来说，如果拥有一双灵动亮丽的桃花眼，那么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强大的人格魅力。这类女人本身聪明，善解人意，很懂得如何圆滑处事，大多数人都拥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在打拼的过程当中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，尤其在事业上，大部分人都会取得很高的成就，即便早年生活不是很顺心，最后也能白手起家，收获成功。5. 孔雀眼。在相学当中，孔雀眼主富贵，孔雀眼是非常美丽的，特点是眼神明亮，黑眼珠大且圆，眼白较少，有这种眼型能一眼给人非常灵动惊艳的感觉，大多颜值比较高，气质出众。拥有孔雀眼的人在财运上会有很好的收获，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都特别理想，一生当中富贵安逸，从来不会为钱财所困，能够实现富贵的愿望。孔雀眼的人自身命格不俗，福泽满满，早年生活顺遂安逸，到了中老年时期运势更是旺上加旺，不仅物质生活充裕，在感情方面也非常幸福。6. 龟眼。在相学当中，龟眼是一种长寿之象，拥有龟眼的人大多健康运势比较好，一生衣食无忧，富贵安乐，晚年时期能够寿终正寝，安享晚年。这种类型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运势会越来越好，将来也会让子孙后代沾光。拥有龟眼的人眼神当中透露着温和和细腻，平时考虑问题周到全面，懂得为他人着想，在感情方面发展得非常好，大多数人都能够拥有一段幸福稳定的婚姻，情感之路非常顺遂。7. 鹅眼。相学当中，鹅眼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眼型，主要特点也是黑眼球较大，眼白比较少，整体眼型都比较细长，看起来非常有神。这种类型的人心地善良，待人友好，福泽深厚，大多数人都能够平安顺遂地度过一生。另外，这类人大多心思细腻，看待问题全面透彻，能够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，在事业上也会取得较高的成就，而且非常适合从事仕途。
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在官场上都能够顺风顺水。当然，以上论述要遵循相不独论，因为在实际相面的时候，还需参照其他五官部位以及身材体型、气色、声音、气势格局等。只有综合参照分析，才能准确判断和预知未来。眼睛是面相学最重要的，但却是最难以把握的，需要充足的面相知识与丰富的社会阅历，才能真正区分面相。好了，今天的云御茶神器先观目睛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是最能表达一个人内心真实情感的部位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和社会地位。眼睛无神则志气弱，眼神有理则心歪，眼神清澈则心善，眼神有神则志高。通过眼睛的形状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性好坏和能力强弱，从而大致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好坏。那不同眼相的人命运如何呢？哪种眼相富贵，哪种眼相多贫贱呢？下面大佬来为大家揭晓。一、大眼睛，开朗活泼。有一双又明又亮的大眼睛是每个人的愿望，特别是女性，其原因就是因为大眼睛者性格开朗、活泼可爱。这种人一般心胸比较开阔，不计较小节，善与人相处。大眼睛的男人一般都比较灵活大胆，具有多方面的才能，语言水平高，办事速度快。他们的眼睛会说话，态度和蔼，善解人意，很会迎合女性的心理。和女人在一起，他们总会使女人感到轻松自在，不知不觉中让女孩子倾心相诉。因为这种男人谈恋爱成功的比例相当高。女孩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应该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，因为这至少给她增添了几分迷人的大眼睛。一般而言，大眼睛的姑娘都具有较好的艺术感受力，歌声优美，音乐节奏感强。能歌善舞、性格开朗这些词语会经常用在她们身上。很多女演员都有一双明亮而大的眼睛，这并非导演因为选漂亮的演员而专门挑选眼睛大的，而是因为大眼睛的女性具有天生的表演艺术才能。大眼睛的女性一般不会害人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大概因为这点，大眼睛的女性往往性格比较开朗，心中瞒不住事情，她们如果有什么心事，总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来。这种女性在谈恋爱时比较开放，一般不会羞羞答答、扭扭捏捏。作为一般的朋友，大眼睛的女性也比较容易接近。二、小眼睛，谨慎稳重。有的人眼睛比较小，并且很多时候还不完全睁开。据观察，这样的人处事比较冷静，做事很细心，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常常是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。做事之前总是先计划好，然后按部就班，从来不会操之过急或有大胆的冒险计划。这种人思想往往很保守，办事比较机械，不大懂得创新和变通，显得有些矮板。用这样的人进行项目分析和财富管理还是比较合适的。另外，眼睛小的人一般比较内向，不爱说话，不善交际，跟异性交往更显得紧张和笨拙。三、长眼睛，有远见。长眼睛的人办事常常会做到稳准狠，他们的责任心一般都很强，办事严肃认真。这种人有很强的决断能力，有远见，因此常常能成就大事。有的人眼睛长得又长又大，给人一种慈善温和的印象。这种人很有人情味，并富有同情心，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。他们事业的成功或许与这种奉献精神和同情心有关。这类人在年轻的时候会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帮助，年老的时候会成为被众人尊敬的慈善家。如果你身边有长这样眼睛的人，你千万不要置之不理，他会成为你值得信赖的朋友和辅助你事业的好伙伴。四、圆眼睛，悟性高。眼睛圆圆常常给人一种机灵的印象，这样的人比较聪明，反应灵敏，适应性强。这种人做事积极，讲究时效性，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。在圆眼中有一种称之为黑豆眼的眼睛，是非常需要警惕的。它长着一对漆黑的眼珠，遇到事情，小眼珠在眼眶里直转，时刻盘算着自己的得失。
这样的人常常做不出正确的判断，因此不能轻信他们的主意。他们常常还很固执，自以为是，往往撞了南墙都不回头。5. 眼睛突出，外强中干。有的人眼睛长得往外突出，就像金鱼的眼睛，这种人办事常常是欠考虑，大大咧咧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他们心里往往想一些虚幻的东西，并且到处张扬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出多少实际工作。这种人想法和计划很多，却也很少有几件可以付诸实践的。有时即使去干了，也常常是虎头蛇尾，半途而废，是一个标准的纸上谈兵者。并且这类人往往还表现得自以为是，办事武断，自尊心不很强，企图用自己的夸夸其谈来掩饰自己的无能。外表威武，内心脆弱，外强中干，才是这种人的真实写照。6. 眼睛下陷，洞察力强。有的人眼眶下陷，就像一个深邃的洞，这样的人做事比较慢，很仔细，常常能够通过现象看出本质，有很强的洞察力。他们办事很冷静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三思而后行。而眼睛下陷的程度不同，也会具有不同的个性。眼睛微微下陷的人能够廉洁自律，内心世界很朴素。如果能够为官，他们一般是比较清廉的。特别深陷的眼睛，警戒心力强。这种人似乎想要把自己的眼睛藏起来，不让别人看到，时常会以敌视的态度看人，就好像隐藏自己的眼睛一样。他们企图把自己的心灵掩盖起来，不希望让别人知道，不善与人交往，往往是一个孤独者。7. 眼角朝下，细心柔顺。眼角朝下者为人宽厚，细心柔顺，性格偏内向，行动有些消极，为人处事抱着与人无争的态度，但也不是没有上进心。若过分下垂就不好了，遇事会优柔寡断，拿不定主意。这样的人办事是让人不放心，会误事的。如果是男性如此，会对工作不认真，没有上进心，只贪玩乐享受，说话办事慢吞吞，你急他不急。对女性来说，眼角稍下垂或平直较好，性情柔顺，夫唱妇随，与丈夫配合得很默契，手脚也勤快，整理家务井井有条，也会看丈夫的眼色行事，使丈夫一切顺心。但这种女人对丈夫如此，对别的男人也会很柔顺。若是有工作的女人，特别会巴结上司，讨上司的欢心。如果失去自制，也许会做出让丈夫不快的事。8. 眼角朝上，易树敌。眼角朝上的人自信心强，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乐天派，为人处事从不顾及别人的态度，有时会自吹自擂，狂妄自大，这样就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，发生争执。女人若眼角上翘，可说是女中丈夫，工作积极热心，争强好胜，自尊心很强，性情容易嫉妒，对男人看管很严，极力要控制丈夫，而她自己却不愿意受丈夫的管束。这样的女性不善与人相处，而容易树敌，给自己带来灾祸。9. 三角眼，翻白眼，与之交往需小心。有人的眼睛上边大下边小，就像一个倒立的三角形，被人们称为三角眼。这种人心术不正，诡计多端，往往靠欺骗和损人利己过日子，而且这种人往往会是守财奴。翻白眼的人心比较狠，这里所说的翻白眼的人，不是那种会翻白眼，而是指那种眼白多眼黑少的人。一般来说，这种人比较霸道，缺乏必要的温情和爱心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他们一般都是大男子主义者。10. 瞳仁小且居中，死心眼。这种眼睛表示女性不太好的相，会是性格软弱、逆来顺受者。如已婚的话，会是为丈夫知命是从，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。如同中国的小媳妇儿，常常受气，也不会讨男人的喜欢。干工作缺乏才干，也不会干好。如未婚的话，恋爱会不大顺利。对于男子来说，需要女性的温柔，但也不喜欢过于软弱、毫无独立能力的人。而且这种眼相的女性，小孩的缘分也淡薄，会为小孩子烦恼，甚至小孩子长大了还会欺她。这种女性不大会说话，性子愚直，所以会不讨人喜欢，但可能对丈夫对家庭忠贞不二。若是男性有此种眼相，可以肯定其心眼直，不会算计，
对于金钱之事不会处理，嫌麻烦。这种男性性情坦白，为人爽快，肚里有话直截了当说出，不会自欺欺人，不会造谣生事，背后说人的坏话。这种男性不适于做政治家、文学家，最好做技术工作。当然，以上论述要遵循相不独论，因为在实际相面的时候，还需参照其他五官部位以及身材体型、气色、声音、气势格局等。只有综合参照分析，才能准确判断和预知未来。眼睛是面相学最重要的，但却是最难以把握的，需要充足的面相知识与丰富的社会阅历，才能真正区分面相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